没时间哀悼了，在 MSI 的失利后，我们即将马不停蹄的迎来 EWC 电竞世界杯。说实话 ，MSI 打完，我个人现在对 EWC 的预期还是拉得比较低的。没办法呀，虽然夺回了第2赛区的排名，但最终 AL 也只是止步于第3名。BLG 呢确实是没办法，可 AL 的2个2比3，看得我是又觉得可惜，又确实感觉似乎也没办法了，卡在这儿了。所以我还是想总结一下 MSI 的这段赛程吧，我觉得还是能得到不少的启发的。全局 BP 下的新赛制给我的感觉就是比分看着拉近了，但反而把队伍的差距暴露得更明显了。从过程来说，夺冠的奸计除了打 G2 没有打满，后面连着3个 BO5 都打满了，可以说是一路干着硬仗过来的，压力呢其实也不算小。而本届 MSI 也有9场 BO5 是打满了，成为了世界赛战歌响起最多的一集。但在打满的对局中，真正去完成一个以下胜上的案例却一个都没有发生。GAM 并没有能够成功追3 G2，CFO 也未能击溃 T1， 而 AL 虽然将 T1 和奸计逼入第5局，但生死局给予的威胁却又不是很大。所以从赛果的角度，本届 MSI 属于看似激烈却又挺没悬念的一次。T1 虽然2度将奸计逼入绝境，但在赛后复盘时我总觉得T1 好像确实也尽力了，跨不过就是跨不过。看 T1 输奸计和看 AL 输 LCK 差不多，就比分差距不大，但这口气也没法说你怎么提上去。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T1 要想拿下奸计就必须得3比1，而 AL 想赢 LCK 也都需要在前4局里就决定胜负。这是在高质量的全局 BP 下，给我和过往比赛完全不一样的体悟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本期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问题，然后再展望一下 EWC。如果我们把全局 BP 的 BO5 分为2个阶段，把前3局分为第1段，而后3局再单独看，我们可以发现硬实力没有那么强的队伍，其实前3局的抢分能力是比过去更强了的。状态很差的 G2 他都能啃下奸计1分，但在2阶段硬实力强、配置好的队伍反而后劲会更足。前者很好理解嘛，全局 BP 下能玩的体系变多了，强队没法靠着一个优势点位反复吃分，反而是弱队他可以做一些战术针对。但2阶段的对局，我发现情况就大为不同。我把整个 MSI 的 BO5 打满的局，后2把我都重新复盘了一轮。BP 的部分，其实我倒觉得大伙真的都还好，其实没有哪一队是做的特别离谱的。唯一可能值得商榷的就是 AL 打 T1 生死局的那个抢卡牌。但仔细想想 ，AL 的卡牌加波比这对组合，其实在之前打奸计就玩过一轮，虽然也很臭，但连着这样拿，肯定说明 AL 这个队伍有练习过。我们复盘 AL 打 T1 的第5局，我们能够发现，真正决定胜负的，并非阵容搭配，也并非什么运营差距，还是回归到最本源的选手临场操作。游戏的前期，虽然圣枪哥上路对线有点压力被 T1 直接抓出了个1血，但对于游戏的局势其实并不致命。首轮的龙和潮冲也都是 AL 很早就控掉了。AL 这个阵容其实就是炸弹人 Poke 嘛，后面拉夫和剑魔就冲进去砍。而 T1 这边的双 C 虽然大后期伤害量确实恐怖，但 AL 在1件套到3件套的这个节点，其实正面是很占优势的。拉夫剑魔的双前排配合卡牌的点控，团战画面是有的，加上还有波比这样的战略英雄，你真说 T1 好打还真不一定。所以前期 AL 已经很舒服了，那游戏的转折点在哪儿呢？12分钟的第2条龙，这条龙 AL 已经占据了地形优势，蓝色方抢出了 C 字口，然后Tarzan的焚天也到手了 ，Kill 甚至爆炸果实都点掉了。这波 AL 唯一的瑕疵其实就是这个龙坑内的也没有排完，但这种小细节不可能完美的，只能说 T1 的视野布控比较刁钻。那有了这个地形，炸弹人就能无限 poke 了。波比呢更是一个天生的卡位置好手，卡牌也把会的位置卡得很好。从上帝视角来看 ，T1 想要拿龙的压力是很大的，这条龙 AL 只要能控到，那后续就会非常舒服了。但 T1 一波团就逆转了，在拉扯的过程中呢，金克斯的 W 命中了波比，这给了波比视野。其实这个瞬间 Kill 已经感觉到压力了，他马上开启 W 防牛头，直接2连控他。但 Owner 的处理太精彩了，非常果断且准确的技能释放，用大招去打断波比的大招也就算了，还把人隔墙夹了过来。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既定的战术，也不是什么运营手法，就是临场的判断和操作的结合。和当年京东面对的那个穿梭闪的瑞尔一般，我也很难去怪 Kill 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他的注意力都放在牛头身上，这个位置他也怕进牛头 Q 闪的距离，而且他也不一定有 Owner 的视野。可以说这波 T1 的逆转 Carry Owner 公方 UC 少一个博弈都不行。这里给金克斯一启动，后面就是 AL 怎么止损的问题。其实到这里 T1 也只能说是舒服了很多。如果 T1 后面有失误，还是会把节奏送回去的。AL 本身我们前面说的阵容节点它也是在的，但后续 AL 的操作反而是自己出了问题。
15分钟双方平均击打峡谷，此时 AL 还是能打的。剑魔有焚天，奥拉夫的装备等级也很不错，包括炸弹人的装备也是一件。从战力的角度 ，T1 此刻依旧是小劣的。可 AL 的团战怎么打的？先是 Hope 的炸弹人，一个没有什么道理的空大，这也就属于放太急了。其实卢登刚出的时候，炸弹人的破壳伤害是绝对够的。当然，即便空了个大 ，AL 因为阵容此时是强势的，加上还有河蟹的加速，所以他们抱团挤过来，场面依旧是优势。而且他们能明确的看到会被赶到龙坑上方，这也意味着 T1 正面只有4个人。但我们可以看两边操作的处理 ，Q 的波比开大招想逼退 T1 的人，蝎子肯定要后退，他没闪嘛。而 Keria 的牛头此时是不能退的，他直接跑了，酒桶的位置就等于被他卖了。所以 Keria 怎么处理呢？先治疗，用加速拉开，这样波比第一时间大招距离就不够了，然后卡住边缘位置开始走位，然后也确实用走位躲了波比的大招，就非常个人能力的发挥。但即便到这里，由于会来不及到正面战场 ，AL 都还能打，对吧？可不得不承认 ，AL 在这种极限操作的团战里，操作他落了下乘。先是劳赞判断错了，以为先锋是自己的，直接一个空大，然后侧翼这里圣枪哥的技能也放的比较随意了 ，Q1 没有打中，也没有打算用 E 调整击飞，不然击飞了酒桶，然后挂 W 接 Q2的话 ，AL 这里也有机会做转火。那相当于他就没拦住人嘛，给多兰大摇大摆的从侧翼一闪进去了，这样没闪的卡牌被炸到后排，金克斯一启动，团战就结束了呀。相反，我们看 T1 这边的操作和配合真的有点太漂亮了。酒桶炸完，蝎子直接是一个空中接力撞墙控，然后牛头铃铛定住的瞬间，蝎子马上接大招，没有牛头这个控，圣枪哥选择闪现躲蝎子大，团战可能还有伏笔的。而 Keria 更变态的是，打完这个控他一点输出不贪了，直接拉开去断后路，他此刻完全明白这波团战怎么都赢了，所以他把炸弹人这样一留，中塔 T1 甚至连峡谷都不用放就推掉了。就 AL 这个阵容，上来也就是核心嘛，卡牌和炸弹人其实是配件角色，奥拉夫和剑魔够肥，发挥够好，这把才能赢。但偏偏这种顶级对抗里，操作都落了下乘。你真要说联动运营这块，我并不觉得 AL 做得很差，无论是抱团挤中路，还是对视野的掌控，包括挤过去后的技能释放逻辑，其实 AL 真没有什么问题。剑魔去卡酒桶的判断也是没问题的，就是操作起来操作差了。波比大招如果锤飞，奥拉夫如果没有失误，剑魔如果打出一个击飞，甚至炸弹人大招再放得好一点，但紧急的对抗就是没有这种如果啊。可话说回头，为什么 AL 这种操作会拉，而 T1 他不拉？明明前面大伙也算是各有胜负嘛。问题出在熟练度。真按阵容角度 ，AL 他当然有自己的赢法，甚至前期运营也拿到了既定目标，龙巢虫都控到了呀。AL 不是没有机会，只是操作不够好。后2局的2阶段，只靠配合运营它不够了，因为熟练度一低，下线就会比平常更下。他在的奥拉夫第2赛段他没用过 ，MSI 是第1次，而圣枪哥的剑魔也一样，第2赛段完全没玩过，也是 MSI 刚练的。香克斯的卡牌也同样是 MSI 才整的。Hope 的炸弹人好点，可第2赛段也只用过2次。所以都不常规，而在这种短赛程下，练习的次数一定是不够的，何况是高压第5局了，操作很多时候就是凭本能了。难的其实不仅仅是单英雄熟练度，而是你的队友有时不知道要怎么配合你打。相比 T1 的第5局阵容，其实只有 Faker 的会是第2赛段没有出过场的，手相对生，而 Owner 的蝎子还有多兰的酒桶，虽然单论强度不一定是自己最顶的那档，但熟练度肯定在。而像 Keria 的牛头，姑妈 UC 的金克斯就更不用说了，在国际赛上选非版本的大招，其实实操压力和在国内打完全不同。实际上，我们盘 AL 的2波转折细节，第一波可以说 KO 被操作了 ，T1 选手的操作判断确实牛逼，但第2波杀死比赛的团战，更多的还是 AL 的熟练度真的太低了。也就是说 ，T1 的选手在这一局保持80分以上的判断和操作，偶尔甚至还给你来个100分，而 AL 在整局表现甚至都不到60分，扣分的不是运营不行，而是操作熟练度不够。那为什么要组这样低熟练度的阵容呢？因为比赛到后2局的2阶段确实没英雄了。当没有英雄时，你选剩余的版本英雄往往它有缺陷，这时你选择针对确实是一个思路，但从结果来看，针对的效果都不够好，因为越往后明星选手的价值就越大了。后2局的2阶段，对于队伍里明星选手的下限考验，确实是比前3把更多的。像 AL 这个队伍的上限是中野辅来撑的，而香克斯卡牌一般 KO 他被操作了，他斩犯病，结合下来这场发挥的下限就是很低的。所以我感觉，与其想让明星选手发挥上限，反而在2阶段不如让他们保住下限，因为第4、第5把往往有很多选的时候觉得还行，但实际上完全没用的废物英雄出来，此时队伍的大哥怎么保下限就显得很关键了。举个例子嘛，歼几打 AL 第4把 Canyon 选了个奈亚菲利，选出来是想威胁小火龙的，这把理论上限他有，可实际上我不说，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不记得这场 Canyon 选的是奈亚菲利了。这把就是 Canyon 他低于正常下限的发挥，完全没有针对到小火龙，而AL 这把作为关键角色的加辽和皇子却撑起了 AL 的全部节奏。虽然 MVP 是圣枪哥的，他的小火龙也选得很关键，但队伍的下限是中野搭建好的，所以才有了小火龙上线的发挥舞台。
这也是我觉得本届 MSI 给我非常大不同的一点。在前3局英雄没有烧完的时候，队伍可以靠团队、靠联动去拿分，只有阵容可以让大家相互兜底。明星选手他往往出来撑上线，失误了没关系，阵容给你试错。可2阶段就不行了，阵容不完整的情况下，容错率开始降低，失误的代价更大，低熟练度和高熟练度之间的差距会更明显。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想的是怎么保队伍大哥的环境，让他下线发挥出来。其实保住下线，对手自己就会失误的，这也是歼几在第5把的核心竞争力。优势他平推你，劣势呢他也稳得住，他能撑到你失误。拿他们打 T1 来说，第一次的决胜局 T1 是大优势开局吧，但中期转折来时，歼几的双 C 也是一次没死过的，对位经济也是卡住的。T1 他需要一波团把这个团队优势彻底的扩大出去，但 T1 的团战判断出了问题，那给了机会，在一开始交手的判断上，我认为 T1 都是 OK 的，已经逼出了歼几这边鳄鱼的大和他们的闪。那盲僧尝试2闪，把鳄鱼踢到没闪的金克斯那里，有点想玩帅的没成功啊，虽然结果是很差，但也能理解吧。此时歼几这样交手完，后面挤过去的压力就很大了，但偏偏多兰后续选择2了上去，其实2上去的一瞬间被虚弱，蓝子就知道得撤了，可 King 的闪现跟咬就判断的太果断了。如果多兰交出闪拉到队友身边，那这波歼几也不好追，因为金克斯的输出距离也不够了。可 King 的闪现咬让这个没有韧性的朗姆直接就被控在了金克斯能直接 A 的位置。本来4打5，那给机会那确实该输。那我们可以讲啊 ，T1 发病了，歼几没路破绽成功逆转，但没路破绽没失误，能等到 T1 自己犯病，这也是能力的体现啊。更不用说什么金克斯抢龙这种明星球了。当然，决赛的第2次决胜局才是歼几真正展现思路的地方。在这里呢，我先回头去跟大家聊聊歼几碰 AL 的第5把。这把 AL 拿了蛇女飞机啊，这个自己相对熟练度高的体系，他咱也拿到了蝎子这种版本英雄嘛，熟练度都 OK， 但反而被歼几打出了那个 BO5 对线差距最大的一把。问题在哪儿呢？都大哥嘛，但两边大哥得到的资源完全不同。史蒂达侠这个点确实没什么好说了，经典绝境，熟练度太夸张了。这把在前期掉双招的情况下，他一点线没输，一点刀没被压，甚至还先把后部的血瓶打掉了。那这种也是明星球，没办法。可 AL 蛇女的这个点其实没有那么怕霞。AL 的阵容也不是突进嘛，但 AL 其实没有能保住香克斯，歼几想赢霞不被压是不够的，他得让 AL 的大哥不舒服，而这把 AL 的大哥就是香克斯这个点。这把很多人觉得 Canyon 被他仔压爆了，但大家想想，猪妹为什么3级会被队友打掉闪现？因为他得保护中路推线，所以才有去做眼的这个过程，被蝎子反蹲掉闪，他不去那掉闪就是瑞兹了。而中路为什么是蛇女被瑞兹推线呢？因为青钢影1级来蹲打了一大波状态，也就是说歼几非常清楚 AL 正眼是蛇女这个点，所以从头到尾他们就做好了让香克斯不舒服的布置。当你大哥顶不住时，第5局阵容很难有容错的情况下，整个队伍的发挥下限就出问题。这时我们就感觉到 AL 也很急了，开始有一些不该有的判断失误，因为歼几的每一波进攻都打在了 AL 不能接受的地方。第一波因为青钢影打选，蛇女就被迫回家，然后香克斯是交了 TP， 但侧翼放的眼又被发现，结果猪妹这么一绕，亏闪还死了，那又掉了一大波线，就中路直接就被打废了，然后下路也没有优势，上路对线也劣 ，AL 他只能是被迫提速，看资源团能不能找补一点，结果就是一起爆炸。虽然你说中期 AL 靠着阵容加操作，确实给香克斯补了一波，但前期的坑已经让上下路都在养爹了，到最后就是无力回天，这也是我认为歼几能夺冠的关键点。他们除了自家大哥能力足够，明星下线有保障外，他们的游戏策略也能很大程度的去破掉对手的优势点。我自家保持80分，然后还能让你本来能打90分的局变成只有50分的发挥。这点在打 T1 的决赛上，歼几他们再次印证了这种策略的效果。歼几决赛上阵容大伙觉得有点弱，很大程度是因为不够扎实。同时派克、豹女都是正面偏软的英雄，但如果我们把这2个英雄当做过渡牌，只是说为了给大哥搭舞台的配件，那情况又不一样了。这2个点的战术价值是打出来了的。歼几他也真的是有设计的。首先史蒂的女枪是他在 LCK 里玩的第2多的英雄，熟练度没毛病啊。但面对公妈 UC 的女警加 Carrier 的卡尔玛，只靠熟练度肯定不行，所以选出派克为的是逼 Carrier 跟着游走。但问题是第1轮的节奏里，歼几他是没法起的。我如果一直压线磨你的塔皮，你派克没用，就很容易小丑。这时就得说回 Canyon 的豹女了。三叔这把豹子用了一个小细节，完成了对下路的变奏。因为河蟹是3分30秒刷新嘛，打野一般来说会用一个惩戒来刷第1轮野，然后留一个去保证河道争夺时自己有惩戒。但这把豹女是直接2个惩戒来加速刷野了，所以豹女呢在3分05秒就已经刷完野区到河道了。而此时捏着惩戒的破坏王还在刷石头人，这个时间刚刚好是炮车线到下路的时间节点。本来按 T1 下路的节奏，这波炮车线他们优势肯定会做慢推，不让 ruler 碰线。你水鬼女枪这个时候
候不可能还手的。女警是迅捷步伐，换血到后面肯定是奸几亏。你别看女警吃了几个 Q 啊，但实际上这种对下路对局是没有影响的。这把女警压不到刀的关键在于兵线，女警能囤多少线进塔，才决定了 T1 这个下路组的消耗能力，才会说让女枪漏多少兵。可偏偏豹女呢，比正常速度快了10秒来到了下路。这一波其实奸几就是装的，但确实也能吓出卡尔玛的治疗，因为从刃的派克要是真 Q 到了，那下路就算不死也要爆一波血，所以看似无事发生，但奸几佯攻的效果已经达到了。可以看到女枪已经把这波炮车线打薄了很多，而豹女的出现还吸引走了卡尔玛。那这个时候女警怎么压刀啊？所以反而奸几的下路能把线控住了。前面3波普通线，奸几下路的第一个镀层就已经差点被点掉了。如果豹女来得慢一点，那这波炮车线进去，基本1层半的塔皮那是妥妥的。但豹女这么一搞 ，T1 下路的压制节奏就慢了。女枪被动补塔刀本来就容易，线不多的话是基本没有压力的，就跟打 AL 一样，奸几抓住你的阵眼是猛打的。女警卡尔玛节奏一断，后面就废人了。而豹女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说我要控下河蟹，所以就是一个做完眼表面一下就直接走了。这个小小的骚扰让奸几下路度过了压力最大的时间，而 Canyon 还没有停，下路解忧了，接下来就帮中路2次骚扰狐狸，逼得 Faker 要提前回家。然后出来以后呢 ，Canyon 又继续在中路做苍蝇。虽然说 T1 在上路鳄鱼配合破坏王击杀了剑魔，但多兰他不是大哥啊。Canyon 中路的骚扰，他逼得卡尔玛又得来帮解线。而这时女警作为阵容前期的进攻核心，卡尔玛不在身边，他是不可能推线的，不然水鬼一绕，女警就要死了，所以女警她只能控线。而此时女枪由于缓了一口关键的血，史蒂的基本功又好，女枪就直接1300的暴风大剑出门了。此时下路对线上 T1 就已经没有这么舒服了。我看到很多人说 Carry 不该去骚扰水鬼导致掉闪，但实际上这种是没办法的，他已经被白打一套了。如果不去抢果子让这个水鬼吃完，他等于白掉血，这样回上路线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推。所以就想卡着水鬼技能 CD 去操作一下，结果呢豹女又在身边。但这波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中路被骚扰的太严重了，导致卡尔玛没法继续和女警做压制。而这波下半区在控龙，女警这个点又出不去，阿罗达这样一游走 ，T1 下路直接就被掉线了。奸几的4越2越得太轻松，这波越塔你即便卡尔玛没有掉闪，有暴风大剑的女枪战斗力是足够强的，2个人头一收，女警这个点就废了呀。而这把当我看录像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 ，T1 虽然女警这个点废了，但破坏王前期是有成功抓到剑魔的。奸几本身是个单前排嘛，剑魔不肥，那无脑开他，奸几也没有什么办法。但我得说 King 这个人真的太有理解了，他在防守端真的厚实。我就不说他团战处理了，就说他的出装。正常来说，剑魔的血手会在第3件甚至第4件出，因为血手线的数值真不太够。可这把因为上也是 AD， 他的剑魔没法出水银鞋的。而如果他选择走常规剑魔的出装，很容易成为突破口。但 King 呢对局势的阅读很好，直接第2件就开始补血手了，这让他在第4条龙团开始，就是狐狸加破坏王加鳄鱼最后的强势期里，他的团战依旧还是会有声音。其实 T1 这把不是没有像打 AL 那样去拼一些操作，但奸几前期拿到的优势伏笔太多了。比如说本来中路这俩 Q 到，女枪要么交闪保状态，要么就掉状态，奸几得放龙。但因为前期奸几出色的处理，女枪已经饮血剑了，所以这波靠卡尔玛 RQ 发起的进攻没有奏效。而后面这里破坏王和狐狸的配合，其实理论上有机会秒掉豹女。破坏王的 W 是按蓄力时间来计算眩晕的，那这种一瞬间破坏王不可能长蓄力，但即便控一下，豹女反应慢点也都会被魅惑到。可 Canyon 他也没给机会啊，瞬间 RW 跳走，把破坏王的晕给抵消了。如果 Canyon 反应慢一点，狐狸的闪现根都是能中的，就熟练度太高了。这波打完容易丢，节奏上基本 T1 就没有了。King 这个唯一容易被针对的点，出装还不给破绽，那后续就是奸几熟悉的运营局。这局看似是剑走偏锋，但实际上奸几的节奏是对的，选择是对的，关键操作也是对的。要知道史蒂这一整局连闪现都没有用过，足见他有多舒服了。而 Chalvy 虽然没有打出什么复杂的明星球，可换而言之，他也根本没有给任何破绽的同时，还把自己的作用稳稳打出来了。所以现在整个 MSI 看完，我觉得对于第4、第5局的思考真的可以转变一下。在过去非全局 BP 的版本啊，太相信自己，往往其实会出现这种情况。편안。但现在全局 BP 下的第5局，相信自己的土壤更大了，因为好体系少了，而同样的能针对的体系也会少，那就完全是个人能力的角逐场。队伍的大哥其实要勇于站出来，让队友围绕着他打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不是说让明星选手去追求一个上限，而是应该想想怎么保住他的下限。实际上，奸几赢的3个决胜局，除了史蒂那把金克斯明显亮眼外，其他局 MVP 其实给谁都可以。就奸几为什么保下限，你看着这么流畅？因为 BP 完他会通过局内去无脑针对，不是普通的针对，而是无脑无限的针对。就其他配件就是给大哥铺路的。其实最后真正决定决胜时刻的，那都是操作去决定了最后的走向。而想要选手操作不出岔子，核心就是得给他们高熟练度、有自
自信的英雄，而不是说配合阵容，或者说为了针对对手而选。包括局内设计，也不是说一定要阵容多搭，而是你选手只要有熟练度、有自信，其实就可以了。熟练度够了，自然局内会有一些小变化；而熟练度不够、自信不够，哪怕你阵容再合适，其实都会操作上自己出纰漏的。在4、5局的2阶段，我感觉很多队伍还在追求像1阶段那样的整体感，但实际上呢，此时你的英雄资源是不够的。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围绕着主星谷大哥来做 BP， 无论是在具体的 BP 设计还是局内设计，你只要给大哥有稳稳发育的环境，那队友才不会乱。着急的根源往往就是缺乏拖下去的自信。但 MSI 看完，我很确定大伙都会失误，都会犯病，越到 BO5 的后面越犯病，所以这个时候想着保下线。实际上我对 LPL 队伍的前3把，也就是 BO5 的第1段，我觉得都是有竞争力的，哪怕是 BL 剧，更多的也是队伍内部有问题，但起码前3把还是有思路的。你不管思路是不是最好，但起码有。其实到后2把第2段的 BP 都做的有点问题，包括 MSI 上你 AL 也好 CF 也罢，和Genji体现出来的那种战术厚度比，也确实差了一点。你的战术积累应该体现在哪里？那这是我认为第3赛段各个队伍要解决的课题。毕竟Genji这个最相信明星哥、最围绕大哥打的队伍夺冠了，那我觉得确实可以吸收和学习一下。反正 EWC 的复活赛已经开打，第3赛段也马上开始，那也希望 LPL 能够继续进步吧。今年真的不说什么夺冠了，起码成都决赛不能给人家内战吧？好吧，加油！那我是袁某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